不過，想要就自己过来拿。好啊，本来还只想要你的度牒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把你连人带走。我的护命法宝！嚯，有点东西啊！又是护命法宝，9天的人还真是惜命。点子扎手，都给我！啊！你还敢杀人？哼，怎么比金领都统还不经打？人不可小视，我去害人，你们坚持住！道友，等一下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真要杀我？你可想好了？我是南市仙王麾下的承仙者。南市仙王？对，南市仙王。你，哼，这毒物蘊含了我毕生的毒功，就算你實力再強，也只有死路一條。嘿嘿，小妹妹，味道怎麼樣啊？不錯不錯，味道好極了。叔叔這裡還有很多，你可以進去吃個夠。天地自然，晦氣分散，急急如律令。去吧，給他們這段混混。金盆四天術。九靈幻劍訣。该做了結了，冰倉藥之術。特例的巨天一击吗？半步无阻，怎麼可能這麼快？灵石，斷天刀已經出世，還等什麼？快請大人來呀！这其实，南天门已经恢復到武神境了。我還活着。是南天門大人復活了我們。果真是你，可惜呀！你雖獲得了斷天刀，又能如何？我雖毀不掉它，但卻能殺了你。血氣渾然幽冥開，命運深尋其地來，會吐黃泉天無患，自有名頭破劫在。江碧蘭，你这是……青楠，你听我說，當年女帝陨落，天界婆婆藏下了她的軀體，被打散的三魂分別藏在銅鏡、紅繩和南天門的金剛鐲裡，來不及解釋了，速將女帝三魂歸位。婆婆曾推演過，這是唯一改變戰局的機會。
南天，好久不見了。飞跃女帝，你竟还活着？是我活着，就代表你的死期要到了。你倒真是健忘了，只是过了1000年就忘了这些招数可对付不了我。该死！当年天机一族的预言果然是真的，这断天刀劈出的伤口居然无法愈合。安安分分的坐吃笼中鸟不好吗？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凶险？我是在保護你們。南天門，剥奪蒼藍大陸所有人凭借自己正地封神的希望，一句保護就想敷衍過去嗎？你們当真要拼個你死我活？没了我，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我。那我就杀到没有人敢做下一个你！不如我们先停战，我可以打开苍蓝法印，送你们飞升9天，或者我们平起平坐，分享这片苍蓝大陆。只要你放过我，一切都好商量。吾主末将在南天门深處恭候多時了。这是，沒想到南天門裡竟然還有個自我空間。你們恐怕不知道吧？我的體內收藏着無數上古禁制，每一個都能輕而易舉地夷平一座城池。秦南此番必死無疑。而你，我就大發慈悲，讓你死在自己手裡。三生劫。终于見到你了。吾主，末將本是將死之人，全憑一份執念苟延至今。可以親眼見您踏入真正的武道，吾便了無遺憾了。我有太多問題要問你，你是誰？又為什麼會認我為主？您的前世早已成為禁忌，講述末將也無法告知。但請您記住，吾乃昔日誅仙第5人，道號戰神。今後吾便與您融為一體，祝您再臨巔峰。南天大人，你以为我真的会一直听你驱使？这麼多年了，我一直在替你看守寶窟，也到了你該回報我的時候了。陽奉陰違的小人！不，我這叫韜光養晦。不妨告訴你，其實在幽冥之海煉化青龍失敗後，我就開始計劃放任秦南進入問道寶窟，獲取斷天刀了。等你們魚死網破之後，我好坐收漁翁之利。大哥，你這是做什麼？只要南天之靈一死，沒有了魂環的束縛，他再吸收完我們的真氣，就可以突破成為武帝，甚至武神。秦南，我知道你一定不會輕易有事的，快點回來吧。
明，怎么可能活着出来？而且修为……我明白了，混道老贼，你吞噬了南天之灵，于是成为了新的南天之灵。想要击碎南天门，必定要先杀了你才行。这一剑是为了告慰他在天之灵。圣主，金丹来为你报仇了！我体内的魂环消失了。天门真的不复存在了。你完成了一件不朽的壮举，至此之后，你的名字将会流传万古。此刻，心中有何感觉？或许今后武道依舊残酷，许多人依然无缘强者，但至少从这一刻開始，每一個人都不再是棋子，都有着希望。真正屬於蒼藍眾生的時代到了。江碧蓝的魂魄已存入这死亡水晶，但肉身已毁，老妪无力回天。婆婆，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她復生？老妪眼下能做的只有這些了。今時天地規則所述，待如正地，或能於9天之上，尋得那縷重燃的生機。文道山已經徹底清剿完了。盲眼前輩之事，他向我討要了一枚寶庫裡的陰陽珠，今日大勝，多虧了前輩相助，我豈有不給的道理？陰陽珠，就是可以恢復體內傷勢，重獲昔日巔峰修為的陰陽珠。想不到前輩也曾是无祖境強者。你們願意聽我這個糟老頭講一個故事嗎？在我剛剛成就武聖時，在這問道山內頗有一些地位。後來我收了8名徒弟，他是其中一個，也是最有天賦的一個。再後來，他說要和我斷絕師徒關係。他背叛了你？不，他說只要做我1天的徒弟，他就1天不能光明正大的和我在一起。可是啊，他的天賦還是被問道老祖所忌憚，就這麼悄無聲息的成了立在山巔的石像。我能感受到他就在這裡，我想要救他，但奈何我修為不夠，我臥薪嘗膽修煉到了5祖，卻還是被那老賊暗算。今日問道山被毀，我們也算是大仇得報了。我天生眼疾，從未見過光明，看不看得見我本無所謂，但我想親眼看看你。
前輩，你杨哥，随他吧。前辈要阴阳珠，本就不是为了恢复修为，而是为了施展这门禁术，是为了换取一丝光明。可是你如今修为如此强大，足以感悟出他的容貌，何必偏要耗费所有生命来睁眼看看他？别人告诉我，他笑起来最好看。从前我只听得见笑声，看不见他的笑脸。可当我连他的笑声都听不到的时候，我便已经死了。何苦？睁眼看见了又如何？他已经无法再笑给你看了。终于看见你了呀！这一杯庆祝南天门和问道山从此成为历史，苍蓝大陆结束了漫长的黑暗，翻开新的一页。哎，你哪来这么些个套词啊？别整那些虚的，情南送给大家的宝贝才是实际的。这位敬情男。既然南天门已经不复存在，反天盟自然也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。自即日起，反天盟就地解散。同意。唐金山师叔已经闭关冲击5帝境，准備早日飞升9天。你們今後都有什麼打算？衝擊5帝境當然是我輩修士的志向，不過即使成就了5帝，我也會選擇留在蒼藍，這裡總要有人守護。我沒功兄的高風亮節啊！我要是去了9天，搞不好哪天就駕鶴西去了。就是，還不如待在這裡逍遙快活。我不太習慣熱鬧的地方，還是就這樣同你告別吧。你這是要動身去9天了嗎？這幾日我對天地原始規則加以束縛，以免未來再次出現南天門這樣的敗類。但我能感知到，在南天門背後還有9天的力量在操弄。9天仙域號稱是大上界，怎會覬覦我們這一方小世界？所以我只是先去打個前戰。據我所知，蒼藍大陸的1日相當於9天仙域的1月有餘。時間在這裡如果是一條湍急的小溪，而在9天則是一條潺湲的大河。怪不得人人都想飛升，原來是換了一種方式得到長生。復生之後，我想起了很多，這裡是我當年留下的幾處靈氣洞天。帶着你的同伴去吧，早日正地飛升，我在9天等你。還有，江碧藍因我而死，理應由我為他尋得復生之法。死亡水晶我就帶走了。後會有期。對前輩。不論大家將來心向何方，作何選擇，但只要秦南尚有一份力量，我之所有，皆與你們同享。好美的星豪，這就是被南天門霸佔的天界嗎？蒼藍魂線已除，將來會有更多的修士可以抵達這浩瀚的天界，
感觉諸天萬界都近在咫尺啊！不過我們接下來要怎麼才能找到9天在哪？難不成就這麼引渡虛空飛上去？飛月前輩說過，這裡應該會有一座飛升道場，只是不知要如何。道场，它到底存在多少年月了？原来这是一个空间法阵，它应该连接着9天仙域。看来在此之前，南天门也只是把它藏了起来，不知道最初是谁建立的这座道场。不管是誰建成的，遗留的法阵依然在運轉。我們準備好。9天，我們來了。這正常嗎？我怎麼有一種不祥的預感？怎麼回事啊？不對，法陣在被干擾。什麼？你說什麼？小男子，这是怎麼回事？大家怎麼不見了？有什麼東西干擾了飛升法陣？難道是南天門幕後之人？出來！居然能發現我，看來這次還是搶到了2個好苗子嘛！歡迎2位。你是什麼人？干擾飛升法陣的是你？是我，也不僅僅是我。南天門是你什麼人？呵呵，什麼南天門？不認識。總之，照慣例，先讓我試試你們的成色吧。万花尽处。雕虫小技，來嘗嘗這個天靈化鷹。休想！停下，等一等！你不是要試試我們的成色嗎？方才那一刀，你們是哪個下界飛升來的？哼，少扯這些，快說，是不是你讓我們合同辦失散的？哼，沒有我，其他仙域的人也會這麼幹。飛升者這年頭是各方都搶着要的人才，飛升法陣一運轉，必定都會出手搶奪。各方還有誰出手呢？我們的同伴現在都在何處？啊，33仙域有不少類似飛升道場，估計是在其他仙域吧。33仙域，這裡不是9天仙域嗎？9天仙域，哎呦，這都多少年前的老黃歷了。你們是哪個與世隔絕的小世界上來的？哎，罷了，你們聽好了，我乃是梵語仙域的霸主金翅鵬王，麾下的90都統之一。方才你們表現不錯，
有資格加入我梵語仙域，而我可以把你們引薦給……沒興趣。啊！而且，我不管你們的什麼慣例，歸根究底，是你害得我和我的同伴們失散了，你必須給我個說法。小子，你真以為我方才用出全力了嗎？我只不過念在你們初來此地，所以才……你。你，彭王赐予我的灵域何其珍貴，你居然……护命法宝，快也好，那就让我來試試這個彭王的成色。等一等，少廢話，接刀！你這狂夫你！這家伙不是一個普通的飞升者，这是又一個……小子，你給我等着！現在想逃？啊！遲了！你！我是说，等等，你不能殺我，我只是為你好。哼，給我個理由。這是在梵語仙域，我乃金鵬赤王秦風的90都統，你殺了我，彭王定饒不了你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殞命了，那個彭王就能感知到？對。哼，那什麼彭王給你的法寶，幾刀就劈碎了。我看所謂仙域霸主，也不過如此。狂妄，何等的無知！虧了！你們以為仙域霸主像你們那些小世界那樣，僅僅是單純的修為高，就能稱霸一方天地了？錯！在13個小仙域裡，被稱為霸主的，那都是度過仙劫、徹底掌控一方仙域之人，是真正的仙人境界。你根本……的人，那是金鵬水師的渡仙船，他們算是我麾下的，肯定是看我耽擱了這麼久才過來的。你們實力不俗，若是加入彭王麾下，定能重用。到時候咱們就是同僚。方才的事，一筆勾銷如何？哼，你是說咱們不打不相識嗎？對，不打不相識。王八蛋下界來的瘋狗，一會兒我讓你知道什麼叫做後悔。你做了什麼？此火名為噬魂火，能吞噬生靈的魂魄。一會兒你若是有任何異議，你到底要幹什麼？什麼不打不相識，一筆勾銷。我信不過你的承諾，帶我們上船，別耍什麼花招。但凡讓我發覺你有小動作，你的小命就不保。你，都統大人，您沒事吧？他們是……我能有什麼事兒？我不過只是……我們初來乍到，不自量力的和都統大人比試切磋了一番，對吧？混賬！你那是什麼眼神？我堂堂90都統，難道還會敗給兩個下界來的土包子嗎？走吧，兩位。都按你說的做了，到底還想怎麼樣？你先回答我，我的其他同伴可能去到哪個仙域？
哪个都有可能。这年头，飞升者各个仙域都抢着要。为什么要争抢飞升者？这里应该不乏天资卓越之人吧？从前也不抢啊，但前些年下界来了个飞升者，他可谓是一路横扫，不光得了仙缘，甚至差一点就成了一方仙域霸主，人们都尊称他为女帝。在那之后，各个仙域都想得到从那个小世界来的飞升者了。你说的这位女帝，现在何处？这我怎么知道？那位从来都是行踪不定，不过他最常在上行天露面。好，那就老老实实带我们去上行天。你这船都叫渡仙船了，一定能去吧？啊。你之前说女帝得了仙缘，有了仙缘就能飞升成仙吗？展開說說。這有什麼可說的？仙緣就是仙人留下的傳承，基本上都在一些仙古遺跡禁地，或者某些洞天福地，甚至是古戰場裡。我曾在一個仙古禁地開啟之時，遠遠觀望過，那片禁地裡流露出的氣息，一直讓我夢回縈繞。唉，縱然無法升仙，可若是能夠身處其中，獲得一絲機緣，我必然早早突破了。何至於被你們遠遠觀望？那你為何當時不進去？唉，縱然無法升仙，可若是能夠身處其中，獲得一絲機緣，我必然早早突破了。何至於被你們遠遠觀望？那你為何當時不進去？要想進入那些仙古遺跡，必須得有升仙令才行。所以這仙人也得憑證飛升啊。哦，可你不是彭王麾下堂堂9領都統嗎？難道那個彭王沒給你升仙令？9領都統聽着倒是唬人，看來也就是彭王麾下的一私兵頭子。這是。這裡就是上行天。哇！這是上行天最大的城市，我已經按照約定把你們送來了。你要把事情做絕嗎？別害怕。其實這點噬魂火要不了你的命，我騙你。都統大人果然是被……閉嘴！你們真當我就這麼可恥的屈服他們了？哼！他們以為逃離了凡羽仙域，殊不知。哼，萬霄大人也正在此地。今日發生的事，你們誰也不准對外透露半字。我去親自匯報給萬霄大人。這裡每個人修為都不低啊，不愧是9天仙域。哎，小男子快看，那個像不像我們的劍血鏡？確實有些相似，只不過要大了許多。這哪來的土老帽啊？萬象通明壁都沒見過。哎，聽說了嗎？今年文蘭仙王準備發放30塊升仙令。哼，不只是文蘭仙王，還有其他2位仙王，都說要拿出至少20多塊。唉，可惜女帝大人今年拿出的升仙令還是只有1塊，也不知道女帝大人會青睞哪位天驕。女帝大人，敢問，你們說那位女帝大人的尊號是？姐，你們真沒聽過啊？那還能有誰？當然是飛月女帝啊！你們哪個旮旯裡蹦出來的？我聽說飛月女帝
是位下界來的飛升者。沒錯，女帝大人雖然來自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世界，但在當今33仙域之中，女帝大人可謂是崛起最迅猛的一位。都說她不是霸主，勝似霸主。怕是也只有霸主之上的3大道統才有資格入他的眼了。哎，你们消息不灵通了吧？我听說女帝大人如今已經是穹宇太皇宗的榮譽長老了，先前得罪過他的那些個仙王，怕是已經在後悔了吧？也不知道一會兒女帝大人會不會出境。所以這是在比鬥什麼？還能是什麼？升仙令的爭奪戰啊！仙古遺跡開啟在即，現在各路天才強者都來了。最後一輪為混戰，最終可以站在道場之人便為本場勝者。別耽誤時間了，速速出手吧！這個翅膀感覺好眼熟啊！此人乃是金翅鹏王的兒子，號稱小鵬王的萬霄，年紀輕輕就有逼近仙王境的實力，可謂是33仙域之中的蓋世天才。這金翅鹏王不是仙域霸主嗎？他兒子幹嘛還要來爭奪其他仙王和霸主的升仙令？哎，此言差矣。若是其他仙王的升仙令，小鹏王自然是不屑一顧，可女帝大人的就不一樣了。不錯，女帝只颁布一塊升仙令，若是能奪得，自然是能得她青睞，意義完全不一樣啊！哎呀！哎呀，疼的！小鹏王不愧是接近仙王的實力，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認輸。哎，小鵬王出手，其他人怕是沒戲。女帝的升仙令，怕是要落入他手中了。所以女帝此時也在現場，這個擂台在哪？你想報名升仙之戰，現在怕是已經遲了。其餘仙王的令牌也都有主了。升仙令無所謂，我主要是去見女帝一面。行啊，哥們兒，那你去吧，我告訴你位置，哥幾個就在這等你登台亮相了。一個能打的都沒有。好，不愧是金鹏的兒子，有幾分他爹當年的風範。屬下恭喜公子奪得升仙令。以我的實力，本就是走個過程。要不是爹非得讓我想辦法去討好那位女帝，你怎麼來了？是我爹又讓你帶話了？沒有，不過確實出了點事兒。我們的升仙令如今都已經頒發出去了，看來你的那塊也只能給他了。不急。站住！升仙之戰已經結束，列位仙王在上，你們膽敢擅闖會場？怎麼是？住手！這是我的故人。這兩位是？我意已決，本地的升仙令給予這位秦南道人。什麼？這似乎有些不妥吧？萬霄小友已經按規矩戰勝了對手，理應給予他吧？規矩？升仙令本就是仙王拉攏青年才俊的籌碼。
不是看誰作秀的精彩。再者说，金翅鹏王的儿子缺这一块所謂的升仙令吗？但鹏王此番也只是想交好于……两位，女帝大人有请。秦南，这名字我怎么从没听过？哎，这家伙什么路数？女帝居然驳了鹏王的面子，也要给他升仙令。公子，我可能知道这个秦南的来历了。你知道？你是怎么？罢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且说来。此人今日才飞升，属下判断是和女帝来自同一个世界。飞月前辈，好久不见。确实很久不见了。让你久等了。我们刚飞升，就能体会9天不同于苍蓝。对我们而言，只是过去1年，但在这里，已经过去了30年。此次飞升，只有你们先来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正要和前辈说这事儿呢。我们大家都来了，但在飞升到场的时候，却被些鸟人冲散了。我明白了，不过你们不必着急，各个仙域如今都在招揽飞升者，他们的处境倒是不会多么危险，多半是被各方势力强留下来了。这9天仙域的人都是强盗吗？怎么还强行掳人？此事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。如果是你的话，想必能明白这背后的原因。我猜，是你把他们吓着了，所以他们如今绝不允许在横空出现一个不受掌控的仙王霸主。不错。9天虽大，但33重天大多各有所主，多一個仙王就多一份競爭，多一個霸主就意味着一整個仙域被人獨霸。化身可以維持的時間不長，接下來我長話短說。你還記得我說過，南天門背後另有其主吧？當然不會忘。這些年我一直在追查，目前可以確定，南市仙王和南天門關係匪淺。南市仙王，我記住了。有什麼我們可以幫忙的嗎？我暫時還不能親自來找你，讓江碧蘭復活的辦法，我也有了眉目。你們的當務之急是盡快提升實力，達到仙王境，可以憑着我的升仙令，去六荒戰場尋求仙緣。不過切記小心。前輩放心，我們一定會盡快來找你的。好，這一次不會再等太久。秦南是吧？念在你和女帝大人一樣來自蒼蘭，我姑且給他一個面子。你給我鞠個躬道個歉，我就原諒你挾持我部下的罪責。道歉？我倒是有筆賬要和你算的。你麾下的鳥人干擾飛升法陣，導致我和我同伴失散，這筆賬你要怎麼算？鳥人？好大膽子！你莫不是真以為有女帝為你撐腰，就能在我面前囂張了？少廢話！你若想動手，儘管放馬過來，我隨時恭候。好大膽子！你莫不是真以為有女帝為你撐腰，就能在我面前囂張了？少廢話！你若想動手，儘管放馬過來，我隨時恭候。二位，何必這麼大火氣呢？這是傳聞裡那位曠幽之體，他怎麼也來湊熱鬧了？徐先知，這裡又有你什麼事兒？
有道是和氣生財嘛。2位，一位是天下聞名的小彭王，另一位則是揚名天下的女帝姑娘。何必初次見面就這麼苦大仇深呢？而且，令尊可是想和女帝大人冰釋前嫌，解除誤會呢。小彭王閣下現在所作所為，怕是只會適得其反吧？哼，看在女帝的面子上，你最好期待我们今後別遇上，否則，哼！一來就得罪了全仙域最暴脾氣的仙二代，可下真不愧是女帝大人的同鄉呢。多謝解圍，那個鳥人头子還真是霸道的很。容小女子再自我介紹一下，我名徐仙芝，田獵三清古教內門弟子。小女子知曉一處不錯的茶樓，不知二位能否賞臉，共品一壺仙茶？青南道友初來乍到，想必還不了解吧？小女子所在的三清古教，乃3大無上道統之一，霸主也不願得罪，因此小彭王才願讓3封薄面。所以呢？小女子的意思是，仙域廣闊，若有一層身份，遇事總能少沾些麻煩。女帝的摯友，這層身份不夠嗎？女帝大人橫掃八荒時，樹敵恐比她斬落的星辰還多。她先前未高調地宣布要庇護2位，或許是料到會給你們帶來意料之外的危險。你是說，飛躍前輩也身處險境嗎？對尋常仙王來說，或許吧，但對女帝而言，大概也只是些許風霜罷了。她一路走來趟過的荊棘無數，卻又無人能敵，早已不能用等閒仙王的實力來衡量她。直說吧，你邀請我們來喝茶，想來也不僅僅是聊這些。三清古教與瓊宇太荒宗素無仇怨，我在三清古教也說得上幾句話。2位若是有意加入，抱歉，我暫時不打算加入什麼勢力。也罷，想來閣下有自己的志向，那我就當是結份善緣。你們若有什麼疑問，或許我能解答一二。關於六荒戰場，你知道多少？六荒戰場乃是一處古戰場，傳聞曾經爆發過6次大戰，荒古大能們在那裡交手，引得萬象崩滅。容我打個比方，假設尋常的仙古遺跡如同這杯茶一樣，至少大體保持着完整，那六荒戰場便是這樣。如今整個六荒戰場都變得極其不穩定，若是運氣不好，輕則修為盡廢，重則被混亂的時空碎片攪成齑粉，即使是仙王也不敢妄言能在裡面安然無恙。富貴險中求嘛，不論是吸納雪煞之氣滋養萬載的赤骨草，還是生於真火於境的玄陽花，皆是能助人突破瓶頸的稀世靈藥。更有傳言稱，某些荒古大能隕落後，其殘魂遊蕩在戰場廢墟，若能收服一女，便可窺得無上大道。那敢問，要怎麼去六荒戰場？看來道友已經打定主意。既然如此，此乃渡仙鎮的通行渡牒，凭此玉牌，33重天絕大多數地方，道友盡可暢遊。此物想必價格不菲，閣下若僅僅是結份善緣，這手筆也未免太過大了些。那就當道友欠我個人情吧。女帝大人器重的同鄉，我不認為會默默無名下去。從長遠看，說不定還是我賺了。
多謝，秦某記住這個人情了。今後若是有我能幫上的，願意效勞。祝道友武道昌隆。对了，也請记得小心那万萧。小鹏王嚣张跋扈惯了，为人向来睚眦必報，就算他自己不出手，也難保不在暗處做些小動作。多謝了，我們有緣再見。但願這次我沒下錯注。哼，剛來9天就有人賣這麼大一人情給你，小男子還是挺招人稀罕嘛。哎呀，我好像聞到了一股酸味兒，你聞到了沒有？沒有沒有。公子，我派人打探清楚了，那個秦南借着渡仙陣去了六荒戰場，想來是徐仙芝給了他通行渡牒。哼，那徐仙芝倒是大方。不過，他既然去了六荒戰場，也正好，在那裡頭出了什麼事兒，可太正常了。公子，我們真的有必要對那個秦南出手嗎？彭王大人如今也不打算和女帝再起衝突，若是再惹怒了……白痴！你真以為我爹是怕了那個女人？他不過是……總之，我爹不過是和那女人虛偽罷了。下界飞升上來的鄉巴佬數不勝數，唯獨他強得可怕。偏偏他此前所在的那個小世界又無人知曉。那個秦南也是來自蒼蘭，看樣子和女帝似乎還挺熟悉。若是能通過他知曉女帝如此強大的秘密，是屬下無知，那我這就去。等等，這件事我親自來安排。这些人气息都不弱，看来都是取得升仙令后來此地搏一搏的。哦，這裡就是六荒戰場啊！這裡似乎連虛空都是破碎的。虧你們還是渡仙鎮過來的，感情是倆新人。你是？你可以叫我血眼，然後再尊稱一聲前輩。小子，你們倆師承何人呢？無門無派。無門無派？無門無派，你們是怎麼？這位無門無派的道友，你的升仙令可否拿出來給我們看看？你們又是誰？哼，連我們都不認識，果真是新人。沒聽到剛才我說的話嗎？升仙令拿出來看看。只有一塊，他的呢？我沒聽說有什麼升仙令必須一人一塊的規矩。規矩？在六荒戰場，這個就是規矩。所以，你們是來找茬的？別說我們欺負人，道友私自帶人進來，確實是壞了規矩。我們在場哪個不是費盡千辛萬苦拿到升仙令的？要是隨隨便便就能帶人進來，那成何體統？而壞了規矩，就要付出代價。所以，若是道友把身上的通行渡牒交出來，我們倒是可以網開一面。哼，說了半天，你們就是這個油頭想要勒索打劫？可以。不過，想要就自己過來拿。好啊，本來還只想要你的渡牒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把你連人帶走。我的護命法寶！嚯，有點東西啊！又是護命法寶，9天的人還真是惜命。點子扎手，都給我！
你還敢殺人？哼，怎麼比金領都統還不經打？人不可小覷，我是汉人，你們坚持住！道友，等一下，恕有眼不识泰山，你真要杀我？你可想好了？我是南市仙王麾下的成仙者。南市仙王？对，南市仙王。南市仙王，那这就不是私人恩怨了。啊？这……哼，痛快啊，道友！这几个蠢貨不敢去戰場深處冒險，天天留在這裡欺凌新人，今天總算踢到鐵板了。不過你把剩下的幾人給放了，倒是可能會有些麻煩。這幾個人真是南市仙王麾下的，為何會如此的不經打？連小男子一擊都接不住。可之前咱們遇到的一個鳥人，連仙骨一擊都沒進過，這還能撐幾回合呢？不經打，不經打就對了。升仙令本質上就是壟斷了各個仙骨遺跡的仙王們，公平的給後來者一個晉升的機會。公平？對，公平。但是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公平。對，公平。但是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公平。仙王和霸主們家大業大，手下追隨者無數，後輩自然少不了。那不總得網開一面？對呀，這是一群沒啥真本事，不恭喜你就升仙令的了。所以我才說你們放跑了那幾人會有些麻煩。一般升仙者基於這幫人背景，都懶得和他們起衝突，而他們也只敢欺負沒什麼背景的新人。結果沒想到……對了，都是你一開始來和我們搭話，還說什麼是新人什麼的。我哪知道有錢買通情鍍蝶的人會是個新手呢？而且我後來問你們倆師承何人，就是想讓你們自報家門，免得被找茬啊。不過恕我眼拙，道友剛才那幾招，我還真沒看出師承哪位仙王。也罷，這麻煩確實是我帶來的。既然如此，我免費給閣下一個消息作為補償，如何？說來看看。六荒戰場東南邊的五煞山脈裡，前不久我在那裡發現了一個洞天福地。道友若有興趣，可以去探查一番。這麼好的事，閣下自己為何不去？嗨，洞天福地各有不同，我的修煉並不怎麼依靠外物。倒不如賣道友一個人情，道友若不想去，也可轉賣給別人。不過，若道友真打算去，切記千萬小心。洞天福地可遇不可求，成仙的機會誰也不想放過。就算道友身手不凡，也須知小心駛得萬年船啊。言已至此，先告辭了，希望日後還能見到道友。那要去看看嗎？這個血眼前輩看着不像壞人。閣下若不感興趣，不如將那枚坐標賣給我。看來道友似乎有些疑惑，但其實血眼前輩也算是六荒戰場的老手了。此言倒是不假。血眼雖然獨來獨往，但為人坦蕩，不太可能弄虛作假。我還聽說血眼曾經尋得仙緣，可惜還是差了一點。怎麼說？怎麼說？朋友，賣嗎？賣嗎？既然如此，我們就先去看看唄。好，等等我。道友，等等啊！
根据坐標來看，應該不遠了。這裡的氣息好讓人不舒服，怪不得被叫五煞山脈。這鳥不拉屎的地方真能有洞天福地？看，就是這裡。又來2個想分一杯羹的，今兒個這裡啊，還真是熱鬧。怎麼這麼多人？那個血眼不會早就把消息賣得到處都是了吧？血眼，二位難道不是察覺到這處仙古遺跡的氣息才來的嗎？什麼氣息？這裡到底是什麼情況？喏，就是這個。這次的動靜比上次還大，我們這些人都是發現後趕來的。好强悍古老的气息，這裡面似乎封存着什麼不得了的東西，絕非簡單的洞天福地那麼簡單。不會錯的。此等天地異象，如此精純磅礴的仙靈古意，還有這玄機羅盤的劇烈反應，絕對是升仙機緣，大造化，大造化呀！喂，老頭，感情你們什麼都還不知道呢，連洞裡面是啥都沒弄清，這就一口咬定是升仙機缘啦？萬一裡面是個吃人的老妖怪呢？哼，小丫頭片子懂什麼？老夫这玄机罗盘乃上古流傳的尋寶仙器，此洞深處散溢出的波動，其精純程度乃老夫生平僅見。若非升仙機緣，還能是何物？哎呀呀，能引动如此异象，洞中之物必非凡品，說是升仙機緣，也未必是誇大呀。總算有個明白人。不過，這位姑娘的擔憂也不無道理。仙緣往往伴隨着風險，謹慎些總是好的。諸位道友，機遇稍縱即逝。方才那仙光，聲勢比上次又浩大了幾分。恐怕就會引來更多更強的覬覦者，到那時，我們這幾個人，怕是想分點湯水都難了。